来，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拨回到近500年前的1529年，地点是德意志的施派尔。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正在进行，整个会场的气氛可以说得上是剑拔弩张。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群诸侯站了起来，他们手上拿着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不单单是要挑战皇帝的无上权威，它将彻底改写历史的走向，并且催生出一个我们今天都无比熟悉的名字——新教徒。好，那要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先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就在这事儿发生的3年前，也就是1526年，第一次施派尔会议开过之后，德意志的各个邦国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权利，就是可以暂时地、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这一下子就给刚刚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喘息和发展的空间。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1529年，皇帝查理五世觉得，时候了，他要收回这项自由，打算一举把这股改革的星星之火给彻底浇灭。所以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问题了，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小群诸侯会愿意冒着丢掉自己的土地、爵位，甚至身家性命的巨大风险，去公开的跟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皇帝叫板呢？说真的，他们的这种勇气究竟是从哪来的？这个故事的冲突就集中爆发在了1529年的第2次施派尔会议上。这一次皇帝查理五世可以说是有备而来，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而且非常明确，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宗教改革给按下去。你可以感觉到一场关于信仰的巨大风暴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皇帝当场就抛出了一项法令，咱们来看看这里面的条款可以说每一条都是直插改革运动的心脏。第一，所有新的改革停，不许再搞了。第二，路德的那些学说教义不准再传播了。第三，谁也不许反对传统的弥撒。最后也是最狠的一招，那就是禁止任何一个天主教徒转而去信新教。你看这几条禁令这么一组合，简直就是给改革运动下了一道死刑判决书，目的就是要把它彻底闷死在摇篮里。这一下，面对皇帝这么强硬的手段，支持改革的那些诸侯们可以说是被逼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眼前摆着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到底是妥协呢？用妥协换来暂时的和平，还是说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良心，哪怕要面对的是完全未知的巨大风险？说真的，这简直就是一个两难，甚至可以说是死局。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对比就更清楚了。一边如果选择服从皇帝的命令，好处是能避免冲突，大家都能暂时过安生日子。但代价呢？代价就是出卖自己的良心，亲手把改革的火给掐灭了。另一边呢，如果选择抗议，那就能守住自己的信仰，可是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内战，是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甚至会掉脑袋。这里面的分量实在是太重了。你想想看，在那种情况下，妥协的声音肯定特别有诱惑力。当时就有人这么说，咱们要不就接受这个法令算了。你想想，只要顺从了，能省掉多少麻烦和危险啊！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很多人心里都开始动摇了。这不光是一个政治上的算计，更是人性里最根本的那种对安稳生活的渴望嘛。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屈服的时候，经过了非常激烈的内心挣扎，这群诸侯做出了一个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决定。他们选了那条更难走的路，但在他们心里，那也是唯一正确的路，那就是抗争到底。于是，历史上那个标志性的抗议时刻就此诞生。这就是他们抗议书里的核心宣言。你听听这段话，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我们再次抗议，我们绝不同意，也绝不以任何方式去服从项法令里任何违背上帝、违背他的圣言以及违背我们良心的事情。这段话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石破天惊地搬出了一个更高的权位，那就是上帝和圣经，并且清清楚楚地把它放在了皇帝的权威之上。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凭什么敢这么说呢？这可不是一时冲动的情绪发泄背后其实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神学和政治逻辑。咱们来一条条看。首先，他们坚信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是唯一靠得住的真理。
其次，圣经要怎么解释，应该用圣经里其他更清楚的经文来解释，而不是谁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第三点，也是他们的核心原则，我们必须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人。最后一点，可以说是相当有开创性的，那就是在关乎良心和信仰的问题上，少数要服从多数，没这回事儿。多数人的意见是没有权利的。这其实就是在宣告一个人的两性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算是帝国议会投票也不能干涉。好，这份载入史册的抗议书不仅扭转了历史的进程，还顺便催生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个词直到今天还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这个词就是 Protestant，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新教或者抗议宗。它的来源就直接是1529年施派尔会议上的这次抗议，也就是 protest。 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 protestare， 它的意思其实是公开宣告或者做见证。所以你看 Protestant 也就是抗议者，它最初的含义不仅仅是反对，更深层的意思是为自己的信仰做一次公开而无畏的见证。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当然没有，皇帝吃了这么大一个饼儿，肯定不甘心呢。1年之后，他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地点换到了奥格斯堡。这次他指名道姓地要求这帮抗议者们当着全帝国的面说清楚，你们到底信的是个啥？那这帮诸侯们也没在怕的，他们就委托当时的神学家梅兰可吞等人，把自己的信仰一条一条系统地写了下来，整理成了一份信仰宣言。这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奥哥斯堡信条。这个信条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很重要的转变。你看，改革者们不再只是说我们反对什么，而是在积极的、完整的告诉世界我们相信什么。后来，这份文件就在皇帝和所有与会代表的面前被一字一句的公开宣读了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句话就完全能体现出他们当时的决心。据说有一位诸侯在签署这份信条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他说：我宁愿放弃我的人民和我的土地，宁愿手里拄了根棍子离开我的祖国，也绝不接受这份信条以外的任何交易。你看，在他们心里，信仰的价值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世上的一切权利、财富和地位。说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那马丁路德本人呢？他去哪儿了？因为当时他还在被通缉嘛，所以没法亲自到场。但是呢，他在远方用他的方式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指导。路德的观点特别明确，他坚信这场斗争真正的力量应该是来自属灵层面，而不是靠刀枪棍棒。所以他主张大家要单单信靠上帝，不要去搞什么军事联盟，并且他相信祷告才是这场改革运动最厉害的武器。好，讲了这么多当时的故事细节，咱们现在可以稍微站远一点，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看这次勇敢的抗议到底给后来的世界留下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一次宗教内部的事件了，它更是一次关乎全人类思想自由的伟大解放。总的来说，施派尔的这次抗议为后来的世界锻造出了几个影响深远的核心原则。第一，就是良心的自由。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国家权力是不能强迫一个人去信什么的，这是个革命性的想法。第二，圣经的权威，他宣告了在教会和国家的法令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第三，个人的责任，他强调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信仰直接向上帝负责，中间不需要任何人来做中介。所以你看，这些差不多500年前人们为了信仰争辩出来的原则，最后都成了后来一场全球性运动的基石。他们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民主社会里我们今天所说的宗教自由、公民自由，还有保护少数派权利的这些观念。他们不光是写在纸上的信条，在当时那简直就是政治上的重磅炸弹。最后，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今天，回头看当年的那些诸侯，为了坚守自己的良心，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而他们的选择也确实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们也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诱惑时，要做到忠于自己的良心，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或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想一想。